日前，美国媒体福布斯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内容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中国最近重新启用了直升机航母，作为可以给直升机提供起降支持的舰船。中国最开始就是从商用民船改造过来的，为的就是能够在危机时刻迅速投入战争，辅助一线部队快速获得战争优势。所以这次重新启用，很明显就是中国要准备正式动手的契机。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，美媒再次把去年解放军的一场演习拿出来说话，因为在这场演习中，主要角色就是来自民改军的振华2、8号半潜船，以及解放军的运输直升机直8，以及武装直升机直19。在演习中，直升机搭配直升机航母迅速完成海上演习任务，让不少人刮目相看。所以虽然因为是民改军用的舰船，缺乏装甲保护，没有自卫武器，也没有专用航空燃油枪之类的，但是因为数量很多，只要集中起来，那么很短的改造周期足以让其在关键时刻迸发出强悍的力量。就比如当年的德国、日本，甚至美国自己都使用过类似的手段，将民用船改成海上登陆艇、海上远洋舰，甚至加装重型火炮和直射鱼雷，改为海上袭击舰，以此来获得更大的战争优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次的文章中还有一点关键之处，中国必须要警惕，那就是在文章中美媒隐约暗示的一点，这种民改军用的船只还能够补充075两栖攻击舰的力量。虽然美国没有明说，但是了解解放军改装这种舰船历史的朋友应该记得，当年美国就曾说过，这将让解放军能够更加顺利地收复台岛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美国才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：一旦卫星发现有几十艘这样的船只在港口安装飞行甲板，那就说明战争要来了。很显然，美国就是在说直升机航母重新启动，代表预兆解放军要动手，开战局势要临近的这种思想。而正式开战就是解放军全面铺开改造的时候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一篇彻头彻尾描述中国威胁论的文章。美媒炒作战争的意图十分明显，甚至从某一方面来说，美国很可能还是在吓唬其他国家，逼迫其他国家一起针对中国，甚至以此为理由让美国能够有理由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。这一点和最近美国国会颁布的一份中美南海、东海战略竞争的报告十分相似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在中美交锋中失败，以及在国际社会其他方面一再失败下，依然执意继续挑拨战争。对此，中国必须提高警惕，在必要时刻给予美国致命一击，让美国彻底认清形势。不然依照美国如今的状态，说不准最后美国发现奈何不了中国，会率先发动战争。近段时间，中国周边局势并不利好。我们知道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被美国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他们将中国称之为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，因此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但是结果却令美国大为失望，常规的遏制手段对付中国作用已经不大。因此，美军就使出了更加险恶的招式，挑动台海局势紧张。近来，偏偏有域外国家踩上中国红线，这一现象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。而踩上红线的国家，除了美国以外，还出现了罕见的新面孔，立陶宛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一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试问，一个弹丸小国都敢如此有恃无恐地挑战中国底线，这样的信号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其危险的。因此，基于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举动，解放军终于行动。据东部战区权威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，日前东部战区出动了多军种作战力量进行实战演练，地点直指台岛周边。但从这一演练地点就可以直接读出这一警示意味，中方已经多次声明，中国领土主权不容挑衅，切勿低估中国人民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定决心。除此以外，这次演练出动的作战力量也十分有看点。据悉，这次东部战区的作战舰艇、反潜机、歼击机等作战利器齐上阵，在台岛周边多个方向进行联合火力突击等实战演练。分析师指出，无论是地点、作战武器还是作战内容，都十分贴近实战情况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实战演练警告，这一次中方释放出来的信号很直接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奉劝挑衅势力好好读读这份通报，从东部战区的通报以及演练内容中都可以明白，这是明确对外部挑衅势力以及岛内分裂势力的严正回应。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听不懂的话，用胡锡进的话来说，就是找死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，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挫败一切阴谋，届时祈求美国保命的那些人只能接受解放军的雷霆暴击，美军不会救他们，也不敢救。更加令人振奋的是，中方的回击举措越来越强势，这一次的实战演练已是最好的说明，中方完全不惧怕域外势力的挑衅，也不怕打仗，因为中国人民深切的明白，只有敢战才能止战，只有对外展示强硬的实力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，才能让敌人有所畏惧。
8月17号，一时惊起千层浪，在阿富汗局势占据所有人眼球的时候，中国周边局势再次一触即发。东部战区突然发布一份声明，指名道姓地说，美台勾结已经触及中国底线，美国已在对台发出错误信号，破坏台海稳定和平的局势，使战争风险一再升高。为此，东部战区将出动战舰、反潜机、歼击机等多种军事力量，在台西南、东南等周边海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，以此来严厉回应美国以及台岛内部势力的挑衅。说实话，这是难得一见的由东部战区发布出来的演习消息，之前大多数都是从海事局得知的，所以很显然，解放军如今对美台不断加深勾结的情节已经耐心耗尽了。有一句话是说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中国不止一次警告美台，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，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，这句话从来都不是虚的。所以这次解放军直接把海空部队全部放到了台岛周边，进行一场大规模演习，以此警告美台，祖国统一势在必行，没有人可以阻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为何这次解放军突然就直接放大招了呢？虽然最近美国通过了对台军售案，甚至是立陶宛也屡次在美国的撺掇下几次对台释放错误信号，还公然让台岛以台湾为名，在其境内设立代表处。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在当时中国就已经进行过反击了，比如谴责美国的作为，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，以及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，甚至对于立陶宛，中国直接要求双方撤回驻外大使，就差没明着直接断交了。那么这次解放军为何突然如此大动干戈呢？当然，或许当时中国只教训了美国和立陶宛，却没有教训岛内某些人士，所以这次或许有干脆一举吓破岛内这些人胆子的因素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次解放军清清楚楚、指名道姓地点出了美台频频勾连挑衅，并且用严重错误信号、严重侵犯中国主权、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3个严重来强调这次事件不可饶恕性。也就是说，还有另外的情况促使了解放军这次大动干戈的军演行动。近日，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员约翰·科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数据，讲的是美国在亚洲以及欧洲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军数量，其中一组数字前面明晃晃的打上了台湾，后面还跟着一个3万。这组数据目前尚且不知道是真是假，美国是否真的在台部署了3万兵力，但是不管如何，这或许就是解放军这次决定不再容忍的根本原因，因为这次东部战区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，将持续加强战备训练，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而这次在台周围军演战备，就是解放军霸气十足的回应。不过必须要说的是，这次演习也明确的显示了，距离最后的统一大结局就差最后一招了。如今尚且只是军演，一旦有更确切的消息，下一次就是真的统一了。在8月16号，我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对外透露，在当天凌晨2点，美军一架侦察机从冲绳加手纳军事基地起飞，并向我国东海方向进行侦察作业。在2个小时的飞行后，该侦察机抵达我国宁波外海附近。此后的一段时间内，不断进行折返飞行、高强度侦察作业。从追踪到的卫星图片显示，该侦察机最近一次距离中国领海线仅20海里，这也是被判定为军事入侵的最极限距离。据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透露，美军此次出动的侦察机极为罕见，名为 RC-135S 侦察机。这种机型对美军来说十分关键，全球仅有3架，主要是负责对相关区域发射导弹产生的信号、大气变化、气温、空气特征等数据进行收录，并通过收录到的信号反向推导出导弹的性能和弱点，以便为美军制造拦截武器进行参考。可以说，这是美军在对付等量级对手时才会动用的军事装备。而美军也不是第一次将这种侦察机派往我国近海地区，但每次出现的时间往往是我军在执行重大军事活动，尤其是在试射各类型导弹时。本质上来说，就是一次对我国的战前侦察。10天前，也就是8月6号，美军 RC-135S 侦察机就曾经前往南海进行侦察活动，当时恰逢我军在南海画下一个罕见的大范围军事禁航区，外界普遍猜测，这很可能是解放军应对未来台海局势在进行反舰导弹的试射活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中美关系极端紧张的当下，美军在阿富汗的行为成为了国际的笑料。越南战争的西贡撤退上演了一场名为西贡铁拳的世界名画，如今阿富汗的仓皇逃离又给世人们好好的上了一课，美国人的狗先走。不过饶是如此，
却有人认为，当前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很可能会更进一步，因为留给美国和拜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国内经济形势、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，美国已经拿不出再好的办法自我救赎，这也是美军不得不撤离阿富汗的核心问题。打不动了，想让中国救自己，却吃了闭门羹。在内爆到来之前，战争已然成为美国劫掠财富、稳住国内经济的唯一选择。很多人总想着，美国连阿富汗都不想打，所以一定不会打中国。然而，放弃阿富汗，这是因为即便美国付出的代价，也拿不到再好的东西，打赢了打输了都救不了美国。而对中国重拳出击又是不一样的，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财富，美国不惜一切代价，只要能抢到，就能救美国当前的局势。终归还是那句话，放弃幻想，准备战斗。